李现是如何变成7月的未婚夫的？为什么热血电竞是一碗冷水？杨是韩商言最好的选择。在亲爱的放映过程中，社长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断定杨紫将饰演女主童年，但男主一直没有定下来。从第一本书开始，韩商言作为电竞老大神，便有了自己的傲慢与狂妄之气。作为原版男主，长相极具魅力，人物设定有特定的遭遇，这种情况很难追查。艺人一番思索之后，首领先是考虑到了杨，他在名气和外表方面是可以验证的。得到内容之后，杨开也更喜欢韩商言了。尽管如此，可悲的是，他同样掌握了王牌内容、类似的电子竞技话题和类似的投篮时间。杨应该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。慎重考虑后，他将亲爱的打消了，因为韩商言虽然厉害，但和之前演的肖奈有几分相似，而全职高手的人设实在是太迷人了。杨商言的打脸另外让首席非常恼痛。目前，杨紫推荐了他的同学李现。李现现在虽然手头有很多作品，但他个人一直处于不关心的状态，所以首领还是选择去看看李现。眼下这个选择也让财主们笑了，因为李现差点让韩商言活了下来。虽然在大众眼里他绝对不是小鲜肉，但以他脆弱而出众的表现力，将这位外表冷漠、内心细腻的电竞大神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至尊传完后，无论何时，他和童年杨紫是对视一眼，都会被韩商言肃的叫喊声迎面而来。7月的甜心不得不说是为准备好的人打开了潜在的大门。亲爱的宝贝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广为人知的呢？除了杨紫和李现的颜值之外，他压倒了80%的小说变体，因为有大量的电视剧可供选择。不断有大锐编剧对第一部作品的妖娆变化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在传书之前，第一方破坏了投影不协调，但抱怨的声音丝毫没有消失。但很多人给节目打分，毫不犹豫地称赞了2位驾驶艺人，而且令人惊讶的是，观看了节目，一场演出胜过阅读一本书。说实话，除了杨紫和李现的精彩表演之外，我最应该感谢这部剧的编剧，那就是第一部作品的母亲墨宝菲宝。在网络上投射，完全行动没有脱贫。韩商言的爷爷和同事们凭借着他们的超强助力，受到了观众的喜爱。但一场演出能够取得成功，尽管有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，但最大的功劳是2位开车的艺人。杨紫和李现因为是同事，所以在拍摄上特别有帮助，甚至在戏里戏外还互相恶作剧，所以还背着团长和李现一起玩考察吻戏的录制。偷袭杨紫，抓住最合理的回应。还有，杨紫还为自己嘲讽别人而庆幸，没想到自己会被嘲讽，可是首领却没有叫牌，他反应过来，正好是下面的介绍。拍完这一幕，杨紫并没有被说服，首领检查他会报复，告诉李现他有多强大。不过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李现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反应，不是谦虚，而是隐瞒。看着杨紫不可思议的样子，他咧嘴一笑，明白自己被杨紫打的太频繁了，主动塑造了肌肉记忆。韩商言和童年演得这么清晰，这么正常，或许是李现和杨紫的亲和的直接结果吧。这对人群来说无疑是最麻烦的节目。在亲爱的被红牌送走的那一刻，很多人都投奔了第一部的热血电竞。在男女主角甜蜜的爱情线的衬托下，只要演技不压倒了分配的节目，但主要情节我窒息了所有人。第一本书中提到的情节，在电视剧中的几集里真的有演过。剧情改进混乱凌乱，人群一头雾水，无法追查中心问题。演员的踪迹和表演能力也受到了批评。比如李现一直皱着眉头，声音也变得沙哑，但李现现在不应该再承担责任，也不能成为版本和演员的错，做出大的调整。很多场景都被减少了，最终会成为明星，而且很多减少场景的组件都需要后期配音。看过河神的人应该都知道，李现的演技和身材真的不值得一提，却比痕迹差了几分。因素是电子竞技已经变成了一场网络安全竞赛，娱乐的话题一下子降温了。
李现拍摄的娱乐场景也被删掉了。原画中最大的常规就是娱乐中童年和韩商言的联系。后来有人爆料称，《亲爱的爱人》首先有一个真正的 CS， 以及大量令人兴奋的酷炫动作计算机图形场景，可惜为了在星星上而变小了。这也导致了一些剧集之后的平庸反应，口碑和分数现在已经不再理想。毕竟，艺术的爱好者最需要看的就是娱乐圈的知名场景。不过好在杨紫和李现的演技精湛，干脆把出轨的剧情拉到了正轨，沉淀了全社会追剧的认可度，打出了惊人的翻盘。累了，每一个流程都像现实中的一对年轻情侣，再加上配角都是用神辅助，万一没把握好戏，童颜夫妇又开始了新的追求，再一次很难考虑这出戏。10月机构内的8部新剧，每对 CP 都可以很好看，看看有没有你期待的。这12个月的10月是一个忙碌的季节，借助内心的闲暇学生，迎来了最酷的进校信息。让我们来看看白敬亭和金晨从南到北。这是一幅以刑事犯罪悬疑为主题的画作，又被称为3棵树。从1978年的故事开始，讲述了在大连到3棵树的铁路线上，一群公安人员利用面子来防止面子的故事，打击违法犯罪，防止绑架，巡查踪迹，扫黑除恶等等。古今执法人员的故事从科技跨越到科技。张彬彬和杨子姗执行局。电视剧底线与法庭案卷人因为该中心得到了妥善的接待，利用这个优势，任何其他讲述决定故事的话都被引入，这就是执行局。深有体会。张彬彬演小角齐涛，杨子姗演总督楚云，白鹿和王鹤棣以爱为营。该剧改编自超人气言情小说《错》，这是一部年度晚宴剧，这是糖果、干净和辱骂，完全借助火影制作，完全借助芒果 TV 播出。目前该剧的锻造已经正式公布，全新的名胜区王鹤棣已经展现出来。宋茜和胡一天我们的翻译。这是一部关于都市职场的爱情片，它讲述了重逢的故事。领队翻译专业林夕遇到了她的旧情人男友萧以诚，时隔8年，二人成为甲乙双方的约会对象，再次分道扬镳。宋茜饰演翻译界的女人撒旦林夕，胡一天饰演的领导时代军官萧以诚，王安宇和张若楠春燕。这是一部以糖果宠物为题材的历史服饰，改编自同名言情小说，讲述了黑莲花女主与正义王子之间的爱情故事。读者最喜欢的，目前该剧是借助企鹅影视制作，借助亮光传媒制作的，张万一和李浩飞父辈的旗帜。这是一部时代题材的大剧，借助赵东陵写成，时间跨度从1998年到2015年，讲述了中国林业20年的沧桑，共同见证国家林业改革的励志神话故事。张万一演星杰，郭涛演古蝉，解码了一代又一代人类为林业改革做出惊人贡献的故事。曾舜晞和田曦为田耕记。这是一部穿越时空的历史服饰轻喜剧，又被公认为小地主的重生，改编自同名言情小说，讲述了一位城里女人偶然穿越到历史乡村，上演了一场巧妙的小村女耕作，主宰人类安居乐业，发家致富。借助网友作为女婿的女模特张令和虞书欣云之羽。这是一件历史服饰和神话题材，也是第一部借助郭敬明导演的电视剧。据网络传闻，2位主演可能是凭借《苍兰诀》一举成名的虞书欣和张令和，阵容还是不错的。这似乎是为了弥补小兰花长恒仙君的悔恨。以上8部即将入院的新剧，一部比一部更出名，一部比一部更甜。你最想要哪一个？欢迎离开留言。